张晚意新剧开播，被夫人强迫圆房，美人脸红红的钻进被窝，他却不敢有任何举动，一直找借口拖延。因为眼前这位美人并不是他的夫人，他只是为了利用她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原来崔行舟是统治一方的淮阳王，他为了把真州变得太平，也为了对付那些有野心的大臣，所以必须剿灭仰山一带的贼首骆。他用尽全力挡下陆文射来的一箭，结果那人还是逃掉了。崔行舟本以为功败垂成，却救了一个重伤的女子柳绵堂。当他醒来，误将眼前的崔行舟当作自己的夫君崔九，殊不知柳绵堂其实是家道中落的名门闺秀，后来被许配给京城的崔九。没想到成亲当天途中遇到劫匪，因此被家人认为丢脸而抛弃，连夫家也取消了这门亲事。意想不到的是，柳绵堂凭借智慧成了女债主，改名陆文，开始劫富济贫。当崔行舟带兵来剿灭他的时候，他虽然逃脱了，但又受了重伤，偶然被崔行舟救下。后来误以为柳绵堂就是陆文的恋人，为了彻底抓住陆文，崔行舟不得不冒充崔九，用柳绵堂作为诱饵，带他到灵泉镇居住，理由是家道中落，在此地开展陶瓷生意。看着每天忙碌的崔九，柳绵堂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想要看看夫君的店铺情况，却被崔九的忠实仆人李妈妈阻止。看来瞒不住了，李妈妈只好承认家主还没把铺子买下来。为了帮丈夫减轻压力，柳绵堂小试计谋，轻松得到了炊事铺，连带着饼店和炸糕店也拿下了，甚至还以低价买下了一家新炉窑。正当此时，当地守备的侄子陈土想要找柳绵堂的麻烦，面对着泼皮无赖式的刑警，柳绵堂只用一根发簪就顶住了他脖子上的要害，这样才保住了自己。这些很招让崔九觉得柳绵堂很可能是装疯卖傻。就在他想要质问的时候，竟然看到刚刚洗完澡的柳绵堂，震惊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绵堂拿出写好的状纸，痛斥那些平权欺人的臣子，希望淮阳王能公正处理。崔九不想事情扩大，只好改变话题，质问柳绵堂怎么会医术。柳绵堂于是拿出崔九送的医书，崔九这才明白自己误会了。但柳绵堂也不是傻子，他发现崔九根本不懂商业，尤其是陶瓷的制作和经营。为了不让柳绵堂怀疑，崔九只好承认自己是个纨绔子弟。我就是一个没用的纨绔。李妈妈也趁机夸大其词，声称以前家里大小事都是柳绵堂在管，这样就消除了柳绵堂的疑虑。崔九顺势让他管理生意，目的是让他露面引出敌人，但没想到很快就碰到新麻烦。原来柳绵堂给隔壁经常受气的女子出主意，教她如何应对花心的丈夫，结果遭到那男人的辱骂，连街坊四邻的大妈们都觉得柳绵堂是小妾，所以他们整天不见自家夫君。这是让崔九心生一计，他表面上举办宴会为柳绵堂证明，其实是要引出幕后的陆文。他借醉酒之名隐藏起来观察全局，让柳绵堂一个人敬酒，结果还是没能如愿。就在两人准备休息时，因为心事重重，所以一直到天亮也没熄灯。崔九问柳绵堂在想什么，话音刚落，柳绵堂脸红的钻进被窝，脱掉衣服，因为他信了街坊大妈的话，认为宴后圆房有助于增进感情，这让崔九彻底慌了。他随便找了个理由就结束了。可第二天，赵全在给柳绵堂治疗失忆时，柳绵堂心生疑惑，声称崔九对自己有所隐瞒。为了不暴露计划，赵全无奈之下才坦白崔九有病，这病会让他失去男人的尊严。得知崔九有男性隐疾后，柳绵堂不但未嫌弃，反而悄悄坐马车去了村外。崔九以为他去见陆文，便带着人马去围堵。柳绵堂最终发现崔九竟是淮阳王，但他并未当场揭穿，而是趁机利用淮阳王的身份调查是谁伤了自己的手筋。尽管两人依旧日夜相处，柳绵堂也因为崔九欺骗他的感情而耿耿于怀。起初柳绵堂的瓷器生意一落千丈，他从行业内的掌柜贺真那里得知了内情。原来只有加入本地商会才能分到一杯羹，但作为商会的总管贺家并不看好外地人柳绵堂。柳绵堂虽然死缠烂打，贺家依旧不为所动。看着柳绵堂死缠烂打不放，贺真的二哥便告诉他一条路，只要能把瓷器卖给皇室贵族，就让柳绵堂加入商会。不久后柳绵堂迎来了机会，这是因为崔九命令拓宽河道，聪明的柳绵堂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他将买来的锦鲤放到上游河道，还特意带上了自家制作的瓷缸。当众人看到河里的锦鲤时，大家都认为这是天降的吉兆，即便是崔九和石义宽也认为这是个好兆头。可是突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器皿，关键时刻柳绵堂适时地献上了自家的瓷缸。但当崔九看到缸上的印记，他立刻假装生病躲进了窖里，因为他不能让柳绵堂认出自己，所以只好让石一宽代替淮阳王给予赏赐，赏给柳绵堂献缸有功的奖励。而这份赏赐正是柳绵堂将瓷器卖给贵族的证据。当他满怀期待以为终于能加入商会时，贺家二少爷却告诉他这不过是个玩笑。看到贺家如此言而无信，失望的柳绵堂只好另寻出路。他偶然得知商户用来运送瓷器的船只被崔九征用了，
眼下只能通过陆路交易瓷器。于是，柳绵堂抢先一步买下了双岭村的地皮，因为这里正是贺家商户的必经之路，也只有这样才能掌控住贺家。没想到，柳绵堂的做法反而招来了崔九的责备。他只希望夫人安心做个家庭主妇，调出陆委，而不是认真从商。面对崔九的白眼，柳绵堂立刻反击。他觉得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淡了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喜欢。专横的崔九，如果不能继续这样生活，大不了两人就分开。崔九气得拿着被子分房睡。第二天，柳绵堂正在店里忙，觉得不好意思的崔九特意来店里看看。但当他看到一个魁梧的小工正帮忙柳绵堂卸货，他立刻吃醋，不仅赶走了小工，还亲自下手帮忙卸货。这一举动也让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。很快，贺家二少爷得知双岭村的地被占了，他立刻派妹妹贺珍去找柳绵堂，要求交出地皮以便缓和关系。柳绵堂故意谎称自己重病，说买地是为了种药材延命，用此来为自己争取时间。这时候崔九得知柳绵堂重病，表面装作不在意，但还是急急忙忙带要回家。听到柳绵堂说笑声才安心，还吩咐仆人不要告诉夫人。但是崔九带的荷叶饭味道却让柳绵堂起了疑心。他跟到院子里，看到慌张的崔九。不久前，崔九收到下属的报告，陆文跟着芸娘到了青州。虽然那是10亿宽的地界，崔九还是决定抓捕陆文。不知道他眼中的陆文是柳绵堂的前男友，还是流亡民间的皇孙。为了确认这人是不是陆文，崔九让柳绵堂暂放下瓷器生意，带他去青州散散心。因为柳绵堂是诱饵，所以崔九让他先走。柳绵堂和李妈妈一到青州，就看中了一套白玉棋盘，听说要150两。柳绵堂急忙拉着李妈妈离开，因为不想浪费崔九辛苦赚的钱。这一幕被暗中观察的子玉看到了，他让店主以3两卖给柳绵堂，当做接送的礼物。这一切都在崔九的监视下。看着鱼儿即将上钩，崔九更进一步激怒子玉，故意凑近他的脸，去尝尝柳绵堂手里的糖葫芦。这让远处的子瑜特别气愤，他甚至带柳绵堂一起去看灯影戏。子瑜实在忍无可忍，芸娘劝他放弃柳绵堂，还说柳绵堂卷钱跑了，可能都是为了崔九。第二天，崔九带柳绵堂去游会凉亭下棋。这时的子瑜表面上以路人身份与崔九对弈，其实是想近距离观察柳绵堂。没想到他还是输了棋。目送子瑜离去的背影，柳绵堂突然头疼的厉害。他晕倒前似乎做了个梦，梦见子瑜和芸娘亲密无间，他无法忍受这种背叛，于是和子瑜断绝关系，决定永不相见。醒来后感到心惊胆战，但不敢把梦告诉崔九，感觉到崔九和子瑜之间似乎关系紧张。因为失忆柳绵堂只好问李妈妈是否认识子瑜。李妈妈机智回答，告诉他子瑜是他以前的情人。话音刚落，柳绵堂气得跳脚，他不信自己会背叛崔九。和崔九下棋时，发现自己的棋风和子瑜一样，这让他开始多疑。为了查明真相，直接向崔九询问真相。崔九说子瑜多次企图诱惑，但柳绵堂并未和他有过什么。这话让柳绵堂安心了，终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。崔九意识到柳绵堂和子瑜的情况很相似，很可能子瑜就是那个养山的贼手。于是他下令开始行动，带着大批人马包围了小院。终于崔九面对了无路可逃的子瑜，没想到子瑜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。就在暗卫即将破门而入的时刻，10亿宽突然出现制止了崔九，他还带来了朝廷的招安圣旨，这意味着子瑜不再是通缉的贼手。气急败坏的崔九只好命令撤退。多日的剿匪行动最终成了无用功。崔行舟和陆文较量了3年，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败北，正式败在他手上。与其说是对手，不如说是棋逢对手。只是这个结果他完全没预料到。现在陆文已经投降，崔行舟手中的柳绵堂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安置好，于是就借棋局的机会来征询他的意见。为了给柳绵堂找个好去处，崔行舟竟然让李妈妈以他侄女的名义为他物色丈夫，还没让柳绵堂知道就把人带到店里见面。第一位进来的是个壮实的大汉，这时崔行舟马上就否决了不卖。这个人魁梧结实，怎么配得上我们家的瓷器呢？只看客人买不买，哪来的配不配一说。紧接着来的这位文质彬彬，很有礼貌，他那书生气质和柳绵堂非常般配，而且他还懂得两人在一起有无尽的话题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崔行舟再也坐不住，他又跑过去向那书生宣誓主权。崔行舟害怕失去柳绵堂，这让他明白了自己的心意。事已至此，他想要永远让柳绵堂留在自己身边。此刻此时，崔行舟首次全心全意真情亲吻柳绵堂，但崔行舟的行为让他的好友赵全看不过去。赵全批评崔行舟一直在欺骗别人，突然有一天却声称要负责任。赵玄劝他，柳绵堂不是普通女子，如果她恢复记忆，知道崔行舟这样玩弄她，肯定会厌恶崔行舟。但崔行舟坚定如磐石，哪怕被憎恨，
也在所不惜。不巧的是，贺家三女儿贺真多年喜欢淮阳王，她一心想成为他的妾。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传到了柳绵堂耳中。崔行舟试探他的反应，如果淮阳王纳妾，他会怎样？然而，柳绵堂以为他说的是关于贺真的事。在他印象中，淮阳王是个胖老头，所以柳绵堂对此事不感冒。谁要给他做妾？真是太倒霉了。崔行舟听了也不敢多言，他原本想找赵全帮忙解围，结果被赵全讽刺了一番。贺真喜欢淮阳王的消息传开了，最终传到了连娘子里。想到将来可能有人和他女儿争夺淮阳王，相较于柳绵堂，他更倾向于对家里有利的贺真，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，先把他笼络到手。第二天，秉兰以未来淮阳王妃的身份拜访贺真，一见面就开始示好，还特意挑了些瓷器要他送到王府。贺真觉得这事有点蹊跷，于是把这事告诉了柳绵堂。柳绵堂转告崔行舟后，连崔行舟自己都吃了一惊。崔行舟即将大婚，但新娘不是柳绵堂，柳绵堂还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还在为自己的器物能进王府高兴。而崔行舟心里却很不是滋味，因为这次他不得不彻底离开柳绵堂。崔行舟借着上山拜师的机会与妻子道别，听着柳绵堂的叮嘱，他不敢直视他的眼睛。这一次是崔行舟最后一次称呼柳绵堂为夫人，尽管心里很不舍，但作为淮阳王，崔行舟实在有太多无奈。他知道柳绵堂只能成为崔九的夫人，而自己现在只能重新做回那高高在上的淮阳王。另一边，贺真一心想成为淮阳王的妾，被崔行舟拒绝之后，消息传得沸沸扬扬。为了免得他出门听到流言，赵全谎称他生病了，一旦出门容貌就会毁容。但没想到贺真整天闷闷不乐，显得非常颓废。他索性决定豁出去跑到街上，这才发现赵全一直在欺骗他。生气的贺真绑架赵全来到崔家，想告诉柳绵堂和崔行舟，赵全是个骗子。眼见此情况，为了保护身份，崔行舟只好躲进房里不见人。柳绵堂认为作为赵全最好的朋友，崔行舟应该出面看看。谁知崔行舟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，竟然对赵全翻脸不认人，还暗中出主意让贺真带赵全去告官。贺真走到半路，不知怎么的把赵全扔下去了。第二天，崔行舟回到王府，身体虽然坐在餐桌上，但他的思绪竟然回想起柳绵堂叫他夫君的声音。第二天，瓷器商会派人送来瓷器，让太妃挑选。柳绵堂的玉烧瓷工艺得到了太妃的喜爱。为了不让自己伤心，崔行舟特意让人这样告诉太妃，他说他不喜欢玉烧瓷房的瓷器，所以被拒绝了。巧合的是，柳绵堂恰好看到崔行舟匆忙离开的背影，他急忙追了上去，想要问个清楚，并以崔九夫人的身份请求见他一面。然而皇帝年幼，太后掌权，他对崔行舟不满已久，故意在大婚前让皇上下令他带兵出战。如果崔行舟拒绝，太后就会以此治罪他，罪名是株连九族的欺君之罪。而且之前因为治理河道，崔行舟手下的兵力并不充足，更何况他对金甲关的地形不熟悉，这一战凶多吉少。太妃原本希望崔行舟在出兵前与秉兰成婚，但连家因为贪生怕死，害怕崔行舟一去不返，就让秉兰装病取消了婚礼。这次崔行舟可以安心做柳绵堂的丈夫。临走前，他特地回来跟妻子告别。崔行舟知道这次行动非常危险，为了不耽误柳绵堂，他偷偷写了一封离婚信。但柳绵堂发现后，追上他给了他一巴掌。难道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个只顾自己、贪生怕死的女人吗？临行前，崔行舟知道这次分别可能是永久的天人永隔，于是他晚上偷偷写了离婚信，为了让妻子有所依靠，还把所有财产都给了他。没想到柳绵堂看后反而波澜不惊，他没有哭没有闹，解雇了家里的丫鬟。柳绵堂以回北周为名，让莫如去买杂物，但当他回来时，柳绵堂和李妈妈都不见了。这时崔行舟还以为他带着银子离开了。崔行舟没想到这一点，疲惫地赶了整夜的路后，幸运地在前方遇到了柳绵堂。崔行舟想上前抱抱他，可柳绵堂一上来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巴掌。柳绵堂其实是生气，因为崔行舟总是不肯坦诚相对，一有危险就把他推出去，让他独自面对困难。可他并不了解，柳绵堂其实不是贪生怕死，他其实很愿意与夫君共同面对一切。如果你战死，即便千里之外也要把你接回家。看到如此伤心的柳绵堂，崔行舟想要销毁休书，可惜那休书用的布料质地过硬，根本撕不破。于是他干脆把休书扔到地上，紧紧抱住深爱的妻子，不停道歉。事已至此，崔行舟已深深爱上了她，这个曾经只是他的棋子的女孩。身为淮阳王，他肩负着守护一方平安的责任，但现在他有了弱点，担心未来可能守不住柳绵堂。另一边，贺二郎为了霸占家业，不仅绑架了赵全，还把他洗干净送到贺真的房间，然后叫来父亲，污蔑自己的妹妹失去廉耻。当贺老爷赶回来一看，却反过来狠揍了儿子一顿。于是情况突然逆转，倒霉的反而是贺家。姐看在贺娘子的面子上，
今天就暂时饶过你。赵全这么说了，让贺二郎误以为他喜欢自己妹妹。实际上，赵全是想借助商会的力量，帮助淮阳王运送粮食。他今天本来是来求助贺家的，没想到却闹出这样的笑话。而贺老爷那边，却误以为他来提亲，所以没等赵全说完，就急忙同意了和珍儿的婚事。赵全不知不觉被订了婚，但贺珍知道后非常不情愿。他本来想让父亲拒绝这门亲事，没想到被贺老爷痛骂一顿。见他这么烦恼，赵全便安慰他说自己不会强迫，反正自己是侯爷，如果坚决不承认，贺老爷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而贺老爷那边得知消息说，淮阳王此次出征是朝廷故意让他去送死，不但没有提供钱粮，连援军都没有。为了保护自家商队，贺老爷命人阻止赵全出发，但即使是死路一条，赵全决定还是要去。他让人抓住了贺二郎，并劝说贺珍不要跟着自己送命。赵全看似草率，其实内心不乏情感。赵全以驱寒为由劝贺珍喝酒，然后让他醉倒，命人把他送回贺家。贺珍一醒来，看着那幅画，似乎对赵全产生了点好感。与此同时，到达金甲关的第一站，崔行舟并没有急着出兵，而是选择与敌人互骂。柳绵堂一路跟随，住在金甲关内。事到如今，崔行舟本来想全部坦白，但赵全突然出现打断了他。赵全晚上醉得不省人事，柳绵堂让崔行舟把话说完。我们其实是一支情报队伍，负责侦查情报。此时此刻，崔行舟已经失去了先前的勇气，他又错过了和柳绵堂坦白的机会。崔行舟的烦心事还有很多。秉兰本来决定大婚前不嫁人，崔行舟退婚后，连姨母在真州散布他的谣言，把他女儿描述得很可怜。崔行舟原本想求赵全出主意，没想到被赵全批评敷衍。其实早些时候，柳绵堂已经恢复了部分记忆。他在采药时不小心割伤了手，但当他到河边清洗伤口的时候，突然记起了一些往事。看着鲜红的血液，柳绵堂隐约记起自己以前似乎被人割断了手筋，并被推下瀑布。当柳绵堂醒来，他已被崔行舟带回家。醒来的柳绵堂把梦到自己被割断手筋的事告诉了他。崔行舟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迫他回忆往事，而是温柔地让他不要多想，先好好养身体。从此崔行舟天天来看他，发现好吃的果子就带给柳绵堂，而柳绵堂则把邻里趣事告诉他。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却大大帮助了崔行舟。这种鬼田根能让山羊倒地不起。战马方面，柳绵堂建议设法让敌军的战马试吃掺有鬼田根的饲料，这样一来将极大削弱敌方兵力。然而崔行舟一离开，柳绵堂之前救的孕妇遇到了麻烦，她即将生产。柳绵堂让李妈妈去找一些经验丰富的产妇，同时安抚那位妇人的情绪。但在这位妇人难产的关键时刻，柳绵堂发现自己不仅能听懂荣誉，还能流利地和妇人交谈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妇人和腹中的孩子都安全了。另一边听从柳绵堂建议的崔行舟，在与敌军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。他第一时间急匆匆地赶回来，向柳绵堂报告平安。只见崔行舟浑身是血，看起来疲惫不堪，在与妻子景雍时晕倒了。柳绵堂急忙叫来赵全，但崔行舟却示意他不要告诉柳绵堂真相，因此赵全谎称只是劳累过度，只需吃些补药就能恢复。崔行舟偶然发现了一个温泉，本想带柳绵堂来此放松，但柳绵堂却让他喝下自己特制的补酒。不知情的崔行舟不小心多喝了几杯，情绪高涨时，这补酒发挥了作用。看着柳绵堂的俊美容颜，崔行舟一时难以自持。然而遗憾的是，在关键时刻，他还是恢复了理智。其实教柳绵堂制酒的赵全知道这其中的秘密。当听说崔行舟喝了整壶酒后，他非常惊讶，赶紧劝说这酒只能适量饮用，喝多了反而害处多。就在这时，换好衣服的崔行舟走了出来，他狠狠地掐了赵全一把，然后把他赶走，告诉柳绵堂，战争结束后会把一切都告诉他。回到家后，崔行舟去审问秦来的敌军首领，从对方口中得知，原来战争是因为总司的铁矿引起的。阿古善当年与七国官员交易铁矿，没想到七州太守反悔，杀害了许多兄弟。阿古善忍无可忍返回后，便发起了兵变，从此引发了齐国和荣国多年的战争。赵全知道铁矿一直是朝廷私下交易的，这是要被视为谋反罪。一个小小的太守，怎敢如此妄为？他背后一定有人支持。吴太后明显是想要置你于死地。看着崔行舟送的狼尾毛笔，柳绵堂不由自主地说出了，如果一只狼死了，他的伴侣也无法独自生存的话。你似乎很了解这件事。出来之后，崔行舟认出了柳绵堂，他救下的那位妇人正是荣部的纯月公主。但崔行舟并没有难为他，而是决定派精兵护送他回去。提出的条件是要纯月公主交出之前走私铁矿的账本，还有不要告诉柳绵堂自己的真实身份。然而纯月知道柳绵堂真心待他，在分别时他还是用荣誉提醒了他。事已至此，
柳绵堂确定崔行舟的身份非同小可，但他并未声张。柳绵堂默默地发现了崔行舟派来暗中保护他的守卫，但他并未引起大动干戈，而是安排这些人都搬了进来，因为接下来他要暗中探查崔行舟的真实身份。同时，赵全帮崔行舟查到了3年前走私铁矿的平远镖局，赵全查到了平远镖局的账本，和公主提供的账本完全吻合。但直到半年前，阿古善继承了老狼王，镖局的账本就断了。可崔行舟在镖局名单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姓氏，只有龙木人才用这个姓氏。原来当初柳绵堂并非被绑架，而是为了逃婚与舅舅合演的戏。柳绵堂如此大费周章，只为与心爱的子瑜相守。从此，大家闺秀柳绵堂变成了仰山上的土匪。路过此地，柳绵堂这个名字成了陆文的侍妾，而陆文才是仰山的旗帜掌控者。一切恢复正常，柳绵堂回到镖局看望旧友。就在这时，一些杀手突然闯入，他们手段残忍，见人就杀。柳绵堂意识到，杀死赵婆的人正是当年断他手筋的凶手。正当他准备上前，海潮为了保护他，把柳绵堂打晕，藏进了箱子里。杀手的目标是找到铁矿账本，并把镖局里的人全都屠杀，一个不留。就在他们快要找到柳绵堂的时候，海潮为了保护柳绵堂，他决定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当柳绵堂醒来，踢开箱子爬出来时，曾经天天在一起的亲人已经消失无踪，只剩下一地的鲜血和深深的仇恨。柳绵堂恢复了记忆，但记忆中的人再也回不来了。回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，柳绵堂发誓一定要让凶手偿命。另一方面，崔行舟和阿古善一起去找齐州太守对峙，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，太守被隋王杀死了。崔行舟随即带人赶往镖局，可惜还是晚了一步。当崔行舟到达时，镖局里已经没人生还，但在镖局门口，他发现了妻子柳绵堂的雨伞。崔行舟立刻回家查看，却只见到了喝醉的李妈妈。此刻的柳绵堂面无表情，他开始掌控全局。崔行舟的伞是别的女子送的，崔行舟却谎称这伞是他在家门口捡的，除了他柳绵堂还会是谁的呢？没想到柳绵堂拿出了一把一模一样的雨伞，并说这种伞到处都有，不稀奇，千万别自作聪明，到头来连雨伞是谁的都弄不清楚。崔行舟没有回答，他只是紧紧抱住柳绵堂，真怕一放手就把他丢了。其实柳绵堂还是给崔行舟一个解释一切的机会，他假装示意，再问他们过去的生活。崔行舟说他们曾经如此恩爱，齐眉举案，他为自己做了许多荷包，自己为他种满了海棠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崔行舟心里想要与柳绵堂共度的生活，但柳绵堂听了这些谎言，心里更失望了。沉浸幻想中的崔行舟很快就睡着了，柳绵堂却非常心痛，跑出去偷偷哭，甚至哭到吐血。他无法接受这段时间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。虽然崔行舟的谎言很美，但现在的柳绵堂已经清醒，他不想再变成那个天天叫他夫君的小娘子。过去1年里，我成了灵泉镇的囚犬，这个叫崔九的人骗了我，根本没当我是妻子，可能他是为了论文而来。崔九到底是谁？原来一直与他朝夕相处的崔九，就是曾经与他为敌的淮阳王。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利用崔行舟来复仇。第二天，柳绵堂偷偷找到了打扮成算命先生的舅舅，跟他分享了复仇计划。同时，崔行舟也在到处找丘陵县。他根据朱砂和黄纸找到橡树馆，一看到崔行舟，柳绵堂立刻恢复了，眼里只有他那娇妻的样子。柳绵堂故意牵着崔行舟一起看他们将来的婚姻，却不料掉到了地上。舅舅偷偷换成了最坏的钱。算命老头故意问他们是否有互相隐瞒的事，他们对视一眼，居然异口同声说没有，夫人，我总是对你坦诚的。柳绵堂主动吻了崔行舟，在最甜蜜的时候狠狠咬了他一口。崔行舟却觉得如果恨是这种味道还挺好的。第二天一早，柳绵堂的舅舅按计划行动，故意让崔行舟发现他。果然崔行舟上钩了，跟着他追到一处宅院外。崔行舟发现2个孩子手里的石头很特别，经过询问才知道这些石头是对面运货的掉的，他们有很多这样的石头，一麻袋一麻袋的装进车里。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不清楚，他们总是半夜才出门。透过门缝，崔行舟看到里面的人都是武功高强的剑客，还带着镖局的腰牌。那天晚上，崔行舟带队突袭了那个院子，他找到了平远镖局丢失的账本，但关键的人物曹铎却消失了，只看到他躲进了一间破旧的小屋。随着那快速熄灭的蜡烛以及时断时续的门声，曹铎不禁感到紧张。就在这时，一直在等他的柳绵堂走了出来。曹铎坚称暗中操纵他的正是子玉公子。然而柳绵堂受伤未愈，相比之下他显得更为弱势。其实柳绵堂故意示弱，柳绵堂狠狠地切断了那人的手筋，这是心里的痛苦，轮到他承受这痛苦了。柳绵堂报完仇后，把躲在暗处的舅舅叫了出来。为了平远镖局的20条人命，
舅舅一刀一刀地砍在曹铎身上。如今2件事都解决了，只剩下骗了柳绵堂3年的假崔九。然而柳绵堂知道，曹铎一旦死去，林娘肯定会回来报仇，那在真州还有什么靠山？华阳王的权力能比得上吗？崔行舟也审问出了曹铎的名字。当他赶到现场时，只见曹铎已是一具尸体。这时崔杭州想起崔云娘曾说，柳绵堂带走了一大笔银钱，平远镖局从3年前开始走私铁矿，账本第1页就记录了相关信息。崔行舟发现，仰山也是从3年前开始崛起。通过这几年的账本和走私铁矿的记录，平远镖局至少赚了80万两银子。最可怕的是，在此时，仰山主动归降了隋王，柳绵堂再次回到灵泉镇。此刻，他已非当初那般心境。柳绵堂觉得，这个崔寨2字是对他的公然讽刺和嘲笑。但当他环顾四周时，却发现有人在暗中观察自己。最近似乎有人在盯梢柳娘子。崔行舟收到2条消息，一条是子瑜不是陆文，另一条关于他妻子柳绵堂。崔行舟打赢了仗，回到了真州。当初那个怕死的表妹立刻来讨好，还没等他多说几句，崔行舟就动情地开口，直言与他毫无感情，让他和那贪婪的姨母彻底断了念想。你儿子早就有了外遇，而且对象是个被山贼掳过的女子。听到娘俩这样侮辱柳绵堂，崔行舟为自己妻子激动地辩护，并用淮阳王的身份警告他们，如果再听到任何侮辱他的话，他绝不会轻饶。母亲为了劝他，把他拉到一边，诉说秉安的孝顺。崔行舟对母亲的不理不睬，他再次向母亲表明只娶柳绵堂。因此崔行舟忍受着母亲的责打，回到家看着身上的伤痕。柳绵堂十分好奇，但崔行舟没告诉他详情，还说是王爷打的。太妃想给他找个门当户对的对象，但王爷心里喜欢的是另一个人。看着给自己上药的柳绵堂，崔行舟忍不住把他拉进水桶。柳绵堂以为行为暴露了，差点对他动手。然后柳绵堂继续追问仰山的事，还挑衅地问华阳王和陆文谁更厉害。这时崔行舟告诉柳绵堂，要不是上4节那夜，仰山的陆文采取了突然袭击华阳王的策略，华阳王也不是他为敌，只想战胜他，还想亲自问问他为何背弃初衷。事已至此，柳绵堂可能觉得自己误解了崔行舟，他决定再次前往仰山打破心中的魔咒。一到仰山，柳绵堂为崔行舟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，坦言自己曾与家人在此放灯许愿。此刻崔行舟想对柳绵堂坦白，却被他阻止了。以前的柳绵堂可能很想找回丢失的记忆，因为那些记忆缺失是他们之间爱的证据。但现在的柳绵堂已记起了一切，对崔行舟只剩下救命之恩。至少现在的他还有事未完成，他还需要利用淮阳王，让他臣服于自己。他的深情让我觉得讽刺而可笑，我已厌倦这种自欺欺人的戏码。接下来崔行舟请一个即将北州任职的探花郎帮忙向柳绵堂父亲提亲。一时心情好，崔行舟喝多了几杯，他告诉妻子以后不必那么辛苦，让他把琐事全都交给他来处理。柳绵堂借谢恩为由，让他带自己去见淮阳王，但崔行舟说王爷正陪太妃，可能没空。柳绵堂故意提起淮阳王战后一回真州就止步休息，把那些为他卖命的士兵忘得一干二净。听到这话，崔行舟急忙解释王爷非常珍视士兵，他会亲自安慰阵亡士兵的家人。赵全特意送来茉莉花表白，意图牵制他，没想到赵全这举动被贺父发现，他误以为赵全在追求自己的女儿。为了尽快促成婚事，贺二郎偷偷给他们下了药，还把赵全和贺真锁在一起。药效发作之下，赵全难以自制，为了不伤害贺真，赵全将他绑了起来，用茶杯碎片来保持清醒。贺府知道后，不仅责打了自己的儿子，还赶紧去向赵全道歉，保证不会影响娘子的声誉。如果娘子依旧不满，本侯愿意承担所有责任，甚至愿意将您娶为侧妃。这事让太妃也很生气，她不理解是什么样的女子能让儿子不顾王府名声。崔行舟坦白，他曾隐瞒身份接近柳绵堂，亲眼目睹柳绵堂为家庭和琐事奔波，怎样用心，他却并不感到苦楚，眼里心里只有崔行舟。柳绵堂只希望一生一世和他同心，他深知快乐是用真心换来的。3书6礼，此生只属于他。崔行舟知道，他要追查的逃犯正是柳绵堂的舅舅乔宪。此外，柳绵堂的外公乔武家里排行第6，但他在镖局用的名字是陆。尽管柳绵堂曾急忙撕掉写有仰山标记的纸张，但崔行舟还是找到了这本账册。崔行舟从李妈妈那里得知，柳绵堂曾以他的治伤名义买了很多药粉，于是在晚饭时忍不住试探了他，让柳绵堂察觉到了。柳绵堂故意说他在汤圆里加了点东西。听到这话，崔行舟紧张了起来，但不得不吃下去的汤圆，夫君第一个吃到的是来年的鸿福。我也准备了礼物给夫人。崔行舟送礼物给柳绵堂时，发现他的指甲里有很多石灰粉。柳绵堂说是家里墙皮脱落，他动手时不小心沾上的。
崔行舟故意让他小心，因为药粉一旦和石灰粉混合，药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。两人轮流试探对方，虽然他们坐在一起，但似乎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坦诚了。小年夜的晚上，外面开始放祈福的明灯，看着这些灯光，柳绵堂忍不住想起上4节的晚上。其实那晚，柳绵堂并没有背信弃义，他曾和淮阳王约好那晚休战，没想到自己却先接到淮阳王夜袭的消息，这就是后来的缘由。他下山偷袭淮阳王的一系列行动。此时此刻，崔行舟更加确信，柳绵堂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陆文。晚上，崔行舟借公务之名返回王府，事已至此，他的母亲也决定不再干预他的婚事。现在的崔行舟却不开心，他内心非常矛盾。崔行舟借酒浇愁，回忆起两人之间的甜蜜时光，他觉得自己一直就是个笑话。崔行舟终于明白，为什么当初柳绵堂要让他尝尽苦涩，现在他隐约感到，仿佛要永远失去妻子了。另一方面，子瑜的真实身份被揭露，他原来是先太子的亲生长子。国舅立刻派人进宫通知吴太后。此时的子瑜还在痛饮，雪霁得知父亲醉倒后，立刻察觉酒中有问题，他马上让周错给子瑜传话，告诉他不要再喝酒。然而子瑜早有应对之策，他命人将石义宽救出，还灭了进宫传信的人的口，直接掌控了整个国舅府，让追赶赵福德的人进京，只要没活人目击就没事。石雪霁虽不受家中重视，但他思维敏捷，早就看出子瑜的身份非同小可。经此一事，石义宽已无退路。当得知子瑜是先太子的儿子，石家已与子瑜和隋王站在同一阵线，石家的安危只能由小七和父亲共同承担。同时，柳绵堂设计引芸娘到仰山，此时毫不知情的芸娘还想让他再次死去，但芸娘不知道柳绵堂已在此设下陷阱。他知晓那晚与淮阳王的误会，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。他深知芸娘真正的目的是要亲自控制铁矿，但柳绵堂没想到淮阳王崔行舟已经知道了他的行踪，而且正在赶来的路上。今晚也是两人最后的决断之夜，从此你我再无关联。柳绵堂的发簪最终还是刺入了崔行舟的身体，从此两人互不相欠，分道扬镳。听到这断绝的言语，崔行舟心痛如绞，他多想大声告诉柳绵堂，他其实很简单，只想要一件事，我想娶你有错吗？我只想与你白头偕老。但崔行舟终究没有这么做，他忍着痛拔出发簪，擦干净上面的血迹，然后轻轻地将它带回柳绵堂的头上。这一幕让柳绵堂心情复杂，其实他心里也喜欢崔行舟，但命运让他们无法自主。之前柳绵堂设局暴露了芸娘背后的靠山，那就是隋王，这才被发现，原来是他在上巳夜命园突袭真州军，这引起了淮阳王的强烈反击。至于芸娘的真正目的，其实是想接管铁矿。就在那时，崔行舟跟着标记找了过来，柳绵堂则射断了绳索，堵住了后路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这对名义上的夫妻该是做个了断的时候了。柳绵堂在过道里洒满了火油，直接与崔行舟对峙。这袋子装的是燃油，你若敢再向前一步，我立刻射穿这袋子，让你浑身上下油尽。听着柳绵堂坚决要杀了自己，他冷漠的眼神让崔行舟感到陌生。两人重回初次见面的瀑布下，一切就从这里开始，也应该在这里结束。柳绵堂向崔行舟坦白，那个只心心念念他的夫人根本不存在，至于他的真心，只是自己感动自己，对柳绵堂而言不值一文。刚才的大火是陆文与淮阳王的恩怨，现在崔九和柳绵堂也该做个了断，从此你我两清，各奔前程，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。另一侧子瑜和隋王起兵，吴太后被废，皇室后裔子瑜顺利即位。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打压崔行舟，子瑜命令他进京。再次见面，崔行舟与柳绵堂已成陌路，心里虽不悦，但崔杭州只能以臣子礼节向子瑜致敬。子瑜以皇帝身份命他放下柳绵堂，但崔杭州直言，当自己见到柳绵堂时，他的手筋竟被割断，血淋淋地躺在冷潭中。即便子瑜不知情，也默认了手下的胡作非为。这样的前程，即使我能放下他，也绝不会放下。他的一切与你再无关系。之后，崔行舟去庆国公府看望姐姐，看到姐姐被婆婆刁难时，不由自主地站出来支持她。进了屋，姐姐向他索要买给她的江南香粉，崔行舟这才想起，那香粉早已送给了柳绵堂。另一边得知崔行舟来到京城，隋王便早早邀请他到府上，言谈中也试图拉拢他效忠新皇。离开隋王府，崔行舟看到柳绵堂和子瑜一起逛街，三人相遇，各有心事。尽管柳绵堂还没和子瑜在一起，但这一幕仍深深刺痛了他。崔行舟亲眼见到柳绵堂和子瑜在街上玩耍，子瑜发现崔行舟后，不仅故意向柳绵堂示好，还亲手给他戴上发簪。
一看到楼上的崔行舟，子瑜拉着柳绵堂去了骑射。崔杭州再也忍不住了，他走出来帮柳绵堂落下那颗白旗。还记得当日在青州对弈，那时是因为心有牵挂才输给你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赢我。崔行舟和子瑜借旗逐鹿，子瑜原本必输无疑，没想到柳绵堂突然出手帮他赢了这局。崔行舟气得扔下棋子就走。回去后他想到两人在一起的情景，气得在纸上写下了无数个人。但崔杭州不知道的是，柳绵堂其实并未选择子瑜。他回去后整理好了一切，准备离开，但子瑜实在太狡猾，为了防止崔行舟抢走柳绵堂，竟让太皇太后给崔行舟定下婚约。接下来是春猎日，不如让他们两个一决高下。狩猎那天，太皇太后故意撮合崔行舟与五华公主相处，让他带着五华公主照顾。与此同时，柳绵堂埋伏准备刺杀隋王，但没想到刺杀失败，被子玉救下。隋王封锁了所有出口，看着柳绵堂似乎无处可逃，崔行舟却站出来声称射箭的人是他。另一方面，子瑜让柳绵堂扮成丫鬟，跟随石雪姬身边，从而躲过了追捕。回来之后，子瑜册封雪姬为皇后。至于那心机深沉的孙芸娘，她被封为贤妃。至此，柳绵堂也打算离开京城。孙行舟看到这一切并未阻止，他知道柳绵堂还有未了的心愿。至于他自己，则被派去幽州劝说幽州王进京。皇上打算铲除隋王。到了幽州，崔行舟含蓄地说服他进京，效忠新皇。虽然幽州王没有直接拒绝，但他也不愿意跟随回京。接下来，幽州王不仅灌醉了崔行舟，还把一个女子送到了他的帐中。女子上来就开始脱衣服，崔行舟急忙遮住眼睛，反应过来之后也只说让他留下。柳绵堂特意当着众人的面称陆中为夫君，就为了气崔行舟。这一招真的让崔行舟气得不轻。回家后，他就对着稻草人发泄剑不离手。看到他这么难受，大家被提醒以后千万别提任何跟架子谐音相关的东西。恰巧这时候有下人来问崔行舟，之前定制的花架要放在哪里。听到这话，崔行舟彻底失控了。不过崔行舟的运气还真不错，第二天一个假扮柳绵堂夫君的人不小心撞到了崔行舟的手下，自己却毫发无损。偏偏这时淮阳王趁机发难，柳绵堂明白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。就在这时，崔行舟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，他拿路中的事情要挟柳绵堂，要柳绵堂帮他摆脱困境。本王要自己出马。就在前一阵，为了重新赢回柳绵堂的心，崔行舟一路追到了他的故乡北周，还偷偷打探到柳绵堂想吃岭南的猪脚醋。于是崔行舟想尽办法搞到了正宗的岭南甜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柳绵堂心里已经有了猜测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柳绵堂特意让林妈妈做，要做的是腌制鹅脯，还特意要了那种很稀少的乌鬃火眼鹅。崔行舟的人找了整整一天，却找不到卖这种鹅的。但崔行舟没有放弃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他都要想办法得到它。于是崔行舟开始打北周王爷的主意，没想到他竟是个老油条，制作鹅脯成功了。柳绵堂的外祖父说，这种品质的至少得花2贯钱，但林妈妈说这鹅他只花了区200文买的。一听这话，外祖父就让他明天再买1只来炖。于是崔行舟不得不再次去北周王府捉鹅。这事传到幽州王那儿，他以为北周王和崔行舟已经勾结，一心效忠皇上。幽州王命令密探把北周的动向改成每日3报，他绝不允许北周领先自己。同时柳绵堂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，他跟随林妈妈找到了卖鹅的商家，果然是他，崔行舟之前安插在他身边的卧底。此时此刻，柳绵堂气愤地让他去给崔行舟传话，可崔行舟却怨他的手下不中用，他费尽心思才弄来这鹅，却不想最终落到自己人手里。他说这跟你已经没关系了，不想再欠您人情。然而崔行舟并未死心，他变身成为镖局的客户。崔行舟知道乔家的家世已大不如前，他家的镖局已经很久没生意了。于是崔行舟借着势头，用金子笼络柳绵堂，以体察民情为名邀他一起逛街。巧合的是，街上正好有个套圈摊，想起上次子瑜为他套圈，他就生气。于是为了翻盘，崔行舟大声说着柳绵堂想要什么就套什么，但柳绵堂根本不给他这机会，我想要的自己能弄到。柳绵堂的冷淡并未让他退缩，崔行舟反而愈挫愈勇，用糖葫芦勾起过去的回忆，让柳绵堂回想起他们以前的日子，想用糖葫芦上的棉絮和柳绵堂拉近关系，但柳绵堂识破了他的伎俩。小镖司的工作只是保护没义务聊天。接下来崔行舟邀柳绵堂一起骑马，柳绵堂接下这个任务是为了和崔行舟把话说清楚。柳绵堂坦白，他欣赏淮阳王，也理解他的困境，但他有自己的生活，本来就是2条不会交汇的平行线，只能在特定情况下相遇，不如各走各的。柳绵堂骑马到了幽州边界，直言自己可以随心所欲，但实际上并不是。
没想到飞行舟为了他，不顾一切地穿越北周，进入了幽州。随着他的越界，大批北周士兵紧随其后。看到这一幕，偷偷监视他们的士兵迅速将情况报告给幽州王。此时，幽州王误以为是北周王暗中操作，让崔行舟进京，表面上让他占了便宜，怎么突然这样了？北周王那边正在斥责崔行舟背信弃义，偷偷越过边境，还直言不讳，要把同行的女镖师一并抓来审问。形势所迫，崔行舟只能暂时低头，向北周王坦白了真相。听说乔家要嫁女，崔行舟急得在大街上拦车，他不顾王爷的身份，大声表白对柳绵堂的爱慕。这一幕真的很感人。我不是柳绵堂。崔行舟虚惊一场，感到非常高兴。正在庆祝花轿离开时，宫中突然传来一道圣旨，让他心情瞬间凝固。太皇太后决定将武华公主赐婚。崔行舟听到这消息，柳绵堂默默一人离开，还有别的事要处理。看着这道圣旨，崔行舟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恨天意不公，觉得老天在跟他开玩笑。崔行舟知道是子瑜在背后捣乱，于是写信谢恩，故意气他，在信中提议让子瑜给柳绵堂封官，这样他以后就不怕被欺负，就算将来嫁人，也没人敢轻视他。这可真是宫廷玉的风度。他以为他是谁啊？竟然要赏赐柳绵堂，有什么事非他来求不可。之前贺真来北周探望柳绵堂，他这次来也是为了推广自家的瓷器在北周的声誉，顺便让柳绵堂帮他押镖。一起来的还有侯爷赵全，他一到就以认识柳绵堂舅舅为由，来到了乔府，拜访了柳绵堂的外祖父，却被乔家女眷误以为他来提亲。柳绵堂的表妹青音自小就擅长琴棋书画，贵人的事情总是多，还是让舅舅来跟侯爷聊聊。事实上，赵全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帮崔行舟送药。他知道柳绵堂的手伤虽好，但阴天还会疼，因此崔行舟费尽心思找到了稀有的鹰骨花，才通过赵全送过来。担心柳绵堂会丢掉这药，赵全特地强调鹰骨花十分难得。柳绵堂知道这药是崔行舟找来的，为了切断与他的牵绊，坚持要把银钱还给崔行舟。看到这一幕，赵全忍不住告诉他，作为飞行舟的霸主淮阳王，为了制药不惜求助于人，甚至让自己被北周王爷囚禁。王氏贺真把自己制作的瓷器送到北周王府，希望打开北周的市场。但他没想到，此刻北周王正气冲冲，因为昨晚崔行舟的一首诗，而不知道监视他的下人看到这首诗后，里面有监视和囚禁的字眼。北周王因此认为崔行舟在暗讽自己，于是对赵全发泄怒气。就这样一怒之下，北周王气得将贺真送来的瓷器摔碎了。赵全出门正巧遇到贺真，贺真之前逃婚让赵全颜面尽失，所以这次见面，赵全的态度相当冷淡。看到盒子里的瓷瓶碎片，赵全意识到这次他真的惹大祸了。另一方面，崔行舟的越界行为招来了北周的士兵，却意外的促使幽州王急匆匆赶往京城，表面上是为了给周围的王爷看看。子瑜不仅封他为礼部尚书，还让他监管北运、幽燕、北运4州。皇上这么做其实也是为了制衡隋王，他早已经了解到隋王想要提拔自己的人管理这4州，因此借此机会利用幽州王切断了他的退路。这一路颠簸不已，北周王的小儿子的马突然失控，紧急关头崔行舟抱着他撞上了树，这腿伤无疑成了他逃避赐婚的绝佳借口。崔行舟故作伤势严重，甚至赵全也说他接下来的生活可能要依靠拐杖。崔行舟当众展现了奥斯卡级的演技，表示他急于回京和武华公主完婚。为了配合他，赵全再次上演京剧，说崔行舟以后可能无法生育，即使失去双腿，我知道自己还有一颗真心，下半生我们将相亲相爱。这时赵全故意说，如果公主能细心照顾崔行舟一辈子，那他就能早一天开始用拐杖。看到这样的宣旨，公公只好急忙回宫复命。两人离开后，赵全问崔行舟，凭他的本事从马上救个孩子，即使摔下来也不至于这么严重。但崔行舟却说自己心里有数，如果能用一条腿换得婚事取消，那他宁愿再来一次。还特别嘱咐赵全别让柳莲堂知道这事。可赵全嘴巴太快，转身就跑去乔家，这帽子扣得也太大了。赵全劝不动崔行舟，就想打听贺真的下落，但柳绵堂让他去之前最好多带点东西。结果赵全在林中转悠到深夜，也没找到贺真。当他终于找到制瓷厂，赵全又不小心打碎了贺真刚出窑的瓷器。在赵全的恳求下，贺真前去为崔行舟说好话，但柳绵堂对他半身不遂，无动于衷。媒婆又来为柳绵堂说媒，没想到乔外公居然知道柳绵堂曾与人有过夫妻之实。尽管柳绵堂说已和那人断了，但外祖父心中还是很生气。本来苏郎君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信中的那个男子真的合适吗？柳绵堂没有回答外祖父，他第一次反抗，让外祖父把聘礼退回，却意外激怒了外祖父。他私下里定下了和苏家的婚约。当崔行舟得知后，不顾腿伤，连摔带爬也要去乔家问个清楚。
柳绵堂在家整理行李，打算再次逃婚。而苏家一夜之间财产大增，还有那封匿名信发给外祖父，柳绵堂感觉到了蹊跷，感觉有人在暗中盯着他，因为只有某些权贵才能影响到柳绵堂的外祖父。为了不连累乔家，柳绵堂决定搬出去自立门户，即使这意味着和外祖父决裂。这时候舅舅再劝柳绵堂，实在没办法时可以求助淮阳王。正如柳绵堂预料的，他的新家四周已被布满了守卫，而崔行舟也早已躲在暗处，及时将柳绵堂救出。这时柳绵堂正在与敌人周旋，腿脚不便的崔行舟在屋顶帮他射箭，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，但敌人趁他不便欺负他，崔行舟不慎从高处落下，正巧此时他的部下带人及时赶到，将他们救出。企图刺杀柳绵堂的正是隋王的人。这时崔行舟问柳绵堂该如何处理这个人。我只是心疼我的院子被毁得不成样子，听清楚了吗？崔行舟一声令下，士兵们迅速把院子恢复原状，连卫生都打扫得一尘不染。他们离开后，崔行舟本打算在这儿多待会儿，没想到莫如来的时机太巧了。柳绵堂悄悄为崔行舟上药，自认为用了迷香会成功，没想到崔行舟装睡其实清醒，就在柳绵堂要离开时被一把拉住，拉的真是时候，这条伤腿要是毁了，那个公主可赔不起。崔行舟放下王爷身份，真诚地向柳绵堂道歉。正当他满心真情时，柳绵堂故意说，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死光，也不会选他。崔行舟不再装了，直接捧起柳绵堂的脸吻了上去。柳绵堂转身就走，崔行舟摔倒在地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崔行舟一瘸一拐地来到柳绵堂家门前，穿得特别体面，是为了告诉他自己要去乔家见外祖父。今天同时也是乔家青樱的回门之日，当时乔家人还以为姑爷的马车竟然这么隆重，谁料帘子一掀走出的却是崔行舟。柳绵堂的舅舅一见到他，还误以为崔行舟是来讨说法的，舅舅急忙上前拦住他。进了内院之后，崔行舟并未透露自己的身份，他先是恭敬地向外祖父行了个礼，紧接着将玉宫珍藏的黄玉献给了外祖父。然而外祖父立刻察觉崔行舟的来访非同小可，正当崔行舟忍痛跪下时，青樱的回门马车驶达门外，外祖父自然是先忙着迎接孙女，让崔行舟一人被晾在一边。柳绵堂也趁大家忙碌之际，试图让崔行舟离开。外祖父的话打断了他们两人，他将崔行舟单独叫到屋内，一进屋外祖父便提起柳绵堂曾被真州男子欺骗的往事，告诉了崔行舟，直言那男子与他同姓。事到如今，崔行舟坦诚自己正是那个姓崔的男子，还详述了自己如何假扮成崔杭州欺骗柳绵堂，以及后来如何变得离不开他。崔行舟既然赶来，显然已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即便是腿伤加上心伤，他也绝不放弃。就在这时，柳绵堂走进屋来，直言崔行舟是位高权重的王爷，他虽然品行端正，总是把百姓放在第一位，和其他纨绔子弟不一样，但比起这些，外祖父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孙女，希望她能嫁给一个只有她一个的平凡人。但崔行舟认为，绵堂虽是女性，做的事却连男子都望尘莫及。她在真州，在石绵堂仅仅几个月，就把一个不起眼的小店发展成为金陵城百年老店的皇家御用瓷铺。即使她终身不嫁，不依靠男人，也能活得风生水起，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来安身立命，也没什么所谓的泰山北斗值得她依赖。如果她决定嫁人，一定会选择一个能与她并肩的人，嫁给一个她深爱的男子。离开乔家后，崔杭州的腿伤更加严重了，但他心里却非常高兴，因为和柳绵堂之间的最大障碍已经被他克服了。崔行舟担心外祖父会惩罚柳绵堂，所以他就在乔家门外等着。看到柳绵堂进来时，又故作病重的样子，柳绵堂让他好好回去休息，不要逞强到处跑，那些强硬的话是再也说不出口了。